护舒宝回应写错迪丽热巴名字，非常抱歉，相关物料会在第一时间撤下。近日，有网友发帖称护舒宝把代言人的名字写错了，图片显示迪丽热巴的名字被写成了迪丽热巴。对此，护舒宝在评论区回复称，感谢大家的及时提醒，对于这个失误，我们感到非常抱歉，相关物料会在第一时间撤下。今后我们一定会更加严格加强物料管理，避免类似过失再次发生。双引号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迪丽热巴1992年6月出生于新疆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，代表作有《克拉恋人》《三生三世十里》《桃花三生三世枕上书你是我的荣耀》等。据悉，该品牌和迪丽热巴合作已超10年。2025年8月4日，护舒宝官博发文纪念10年同行，见证了无数女生绽放自信的瞬间。在娱乐圈这个光影交错的世界里，有时一个微小的细节也能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。近日，护舒宝在宣传物料中将代言人迪丽热巴的名字误写为迪丽热巴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品牌方第一时间致歉并撤下相关内容，看似是一场小小的失误，却意外凸显了迪丽热巴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10余年来，迪丽热巴与护舒宝携手同行，从青春出战到如今的自信蜕变。她不仅是品牌的代言人，更是千千万万女性的精神符号。在瞬息万变的代言市场，明星更迭几乎成为常态，而能够与一个国际品牌长期合作超过10年，本身就足以说明它的商业。因此，这次写错名字的风波并没有损害迪丽热巴的形象，反而映射出一个事实，她的名字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符号，而是代表着一种被认可、被信赖的女性力量。公众对这个细节如此敏感，恰恰证明了她在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。回顾迪丽热巴的演艺之路，她从《克拉恋人》中张扬活泼的高雯，到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惊艳四座的白凤九，再到《你是我的荣耀》里温柔坚定的航天工程师乔晶晶，每一次角色都在拓宽她的戏路，也在塑造她演员这一身份的厚度。与此同时，她的真诚与专业，使她在商业代言中同样具备稀缺的稳定性与持久力。护舒宝的道歉显得格外郑重，因为他们清楚，这不仅仅是对一位明星的尊重，更是对一位文化符号的敬意。迪丽热巴所代表的，不只是荧幕上的光鲜，而是女性独立、自信、真诚的价值观。所以，与其说这是一次写错名字的小插曲，不如说这是一次公众重新确认迪丽热巴文化地位的契机。她的名字承载着10年的坚持与信任，也照亮了更多人心中对于真诚与美好的向往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木须辞万灵之主贺思慕，迪丽热巴真的值得。木须辞久违的上次热搜，竟然是因为限娱。难道2番男主真的不如1番男主吗？说实话，阿 Sir 其实可以不回，罗伯特执行算法而已。相信99%的剧粉都是冲着迪丽热巴追的剧吧。反正我只期待万灵之主贺思慕。阿 Sir 的话题到此为止哈，双方合作共赢才是更好的选择。这部剧是热巴2年来第一部古装，粉丝自然十分期待。而且热巴饰演的贺思慕是大女主，在下不才，万灵之主。这句台词让我印象深刻了好久。归墟世界里首屈一指的女领主，天赋异禀，智慧过人。表面清纯小白花，其实是腹黑女鬼王。在凉州城破屠城之际，贺思慕附在凡人身上，踏血而来觅嗣。在战场上被段须捡回去之后，她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弱女子的角色，假装没有力气，害怕战争，以此来掩饰自己强大的鬼王身份，从而开启了一段扮猪吃老虎的双强对峙虐恋。陈飞宇饰演的段须是一个出身世家，却被陷害流放边疆的小将军。小时候的段须被敌军抓到，用来威胁他的父亲。段府为了保护百姓，
硬生生把亲儿子推了出去。段须就这样在丹支被当成死士培养长大，意外逃出来之后，他成了将军，遇到贺思慕，而后历尽千帆，两人互通无感，命里相连。别看段须能带兵打仗，说到底他还是个凡人，不仅战力不如贺思慕，在感情方面主动权也都在女主手上。我曾有过22个爱人，这是他们的墓。就算这样，你也要义无反顾地下去吗？不管段须怎么说，爱丽丝们纷纷喊话：鬼王大人这么美，就应该平均2年谈一个，活了400多年呢，应该220个爱人才对。谁让鬼王大人人好呢？他身上肩负着维护灵界秩序的使命，冷静强大，行事冷酷决绝，就连吃人也注重规则。在凉州战场上，那人将死之时，还答应他的愿望。魏哲鸣饰演大反派燕科，他身上兼具着对贺思慕的深情和对权力的强烈渴望，性格复杂且病娇。渺小的凡人不过是他一时消遣。燕科表面上这么说，其实他最想被鬼王大人消遣。只不过燕科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，贺思慕只爱活人不爱恶鬼。而且原著里他把女主的22个前任都删了，贺思慕父亲的死好像也和他有点关系。这样一个爱而不得的反派男二角色，还得魏哲鸣来演才带感啊。毕竟国色芳华里的刘畅都很出圈了，而这次燕科更是爱而不得就阴暗爬行。贺思慕惩罚他，他可能还觉得是奖赏。燕科就这样被贺思慕拿捏得死死的。都别管了，等剧开播，我将狠狠看上女主男二这对。魏老师冷脸太让我上头了，君臣 CP 太配了，不得不夸剧组太良心了，服化到精致到头发丝，随便一截都是壁纸，空镜美得像唐宋水墨画，瞬间穿越千年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红衣花海，还有绿色长袍在战场上弹琵琶的2个妆造，简直了。热巴的演技也是毋庸置疑，贺思慕每一个微表情都是戏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种克制又汹涌的爱意。在古装剧的创作语境中，大女主3个字常常伴随着期待与质疑。然而在木须词中，迪丽热巴用她对于贺思慕一角的诠释，再一次证明了自己不只是流量的代表，更是实力与气质并存的演员。贺思慕这个角色的设定本身极具张力，他是归墟世界的万灵之主，天赋异禀，肩负使命，却又在人间隐忍伪装。表面上她是柔弱无害的少女，甚至刻意表现出恐惧与脆弱，以掩盖自己真实的鬼王身份。但在层层伪装之下，她冷静强大，行事果决，内心有着近乎冷酷的秩序感与使命感。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物特质极容易陷入脸谱化，但迪丽热巴凭借细腻的表演，把这种反差感演绎得恰到好处。从眼神的转换到情绪的递进，迪丽热巴为贺思慕注入了真实的灵魂。比如她在雨夜撑伞回眸的一瞬间，那种既想靠近又不得不抽身的复杂情感，通过眼神的波动清晰传递。再比如她假装柔弱时刻意放慢呼吸，微微颤抖的手势，既有戏剧张力，又没有过分夸张。观众能感受到，这个角色不是单纯的强大或脆弱，而是一个在使命与欲望之间反复挣扎的立体存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迪丽热巴在角色层面的突破。过去，她常被贴上古偶女神的标签，观众记住了她的美貌，却容易忽视她的演技。而在木须词中，她有意的弱化外形优势，不再依赖华美的服化道，而是让表演的力量成为角色的核心。贺思慕的每一次犹疑，每一次爆发，都不是演员单纯的表情管理，而是一种从内而外的情绪流动。这份真诚与投入，让她摆脱了花瓶的质疑。同时，木须词的影像语言也给了迪丽热巴极大的发挥空间。无论是花海红衣的惊艳定格，还是战场琵琶的孤傲身影，它与画面的融合感极强，几乎每一帧都像是从水墨画中走出的灵魂人物。
她不仅是演员，更像是作品美学的一部分。在与陈飞宇的对手戏中，她把贺思慕的主导感拿捏得非常精准。段须虽然是凡人将军，但情感的节奏始终被贺思慕牵引。迪丽热巴在表演中时而克制，时而主动，让这段感情戏不再是俗套的男强女弱，而是双强对峙的张力碰撞。这种关系的塑造，恰恰体现了她作为大女主的气场。可以说，《木须辞》不仅是一部古装大剧，更是迪丽热巴演艺生涯中的一次自我突破。她用贺思慕告诉观众，真正的大女主不是单纯的美丽外壳，而是兼具智慧、力量与情感深度的灵魂。迪丽热巴值得这份期待，也值得被重新定义。被指没情商，陈飞宇回复留言被解读拉踩迪丽热巴，怎么剧还没开播，粉丝就开战了？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《木须辞》还未定档，结果两家粉丝近日就开始互相炮轰，引起相当高的关注。究竟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是陈飞宇在回复留言时，答案引起了争议。陈飞宇目前有在播剧《陷于正热播，日前他空降超话和粉丝互动时，回复了微博爱机器人罗伯特期待木须辞的留言，让他先去看陷于。就是这么一句话，被网友解读不期待自己身为二番的木须辞，直接被搬运引起热议。来看网友评论，网友认为甚至爱机器人罗伯特之后的回应，都比这位男主来得体面。这样的讨论引起迪丽热巴家粉丝不满，认为不宣传剧就是拉踩。来看迪丽热巴家角度的过程，但陈飞宇粉丝却认为回答没问题。举例陈飞宇之前和罗伯特的互动，表示不是第一次回复。近日，随着木须辞话题度的不断升温，迪丽热巴与陈飞宇的合作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。虽然剧集尚未开播，但相关讨论已经层出不穷，其中甚至出现了粉丝之间的争论与解读。然而，回到作品本身与演员表现，作为主演之一的迪丽热巴，依旧是观众最为期待的亮点。客观来看，迪丽热巴近几年在古装剧领域的作品相对较少，而木须辞正是她2年来首次回归古装题材的尝试。对于一位已经有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《三生三世枕上书》等代表作积累的演员而言，这部剧不仅是角色挑战，更是职业道路上一次全新的突破。观众的期待值之高，也说明她在古装剧中。在《木须辞》中，热巴饰演的贺思慕是一位极具复杂性的角色，她既是归墟世界里的领主，又背负着维系秩序的使命。角色的魅力在于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热巴在角色选择上一直保持着多样化的尝试。从现代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到古装奇幻题材《木须辞》，她不断探索不同的角色类型，避免被单一标签限制。这样的职业态度，不仅体现了她作为演员的责任感，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元的观剧体验。从市场角度分析，迪丽热巴的加入为木须辞带来了强大的关注度和话题度。她本身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，而她稳定的表演能力又能为剧集品质提供保障。可以说，木须辞的关注度不仅源于剧情设定和制作团队的投入，更有赖于热巴的个人魅力与观众缘。当然，在作品播出之前，演员之间的互动或粉丝之间的争议，其实并不能改变剧集的整体质量。真正能打动观众的，还是角色本身的完成度与故事的呈现。而在这一点上，迪丽热巴的专业态度与过往成绩，足以让人对她在木须辞中的表现充满信心。总体而言，虽然围绕剧集的讨论热度持续发酵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迪丽热巴依旧是木须辞最大的期待点。她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演技，赋予角色独特的生命力，也让观众相信，这一次她将再次带来令人难忘的荧幕形象。至于粉丝间的争议，或许在剧集真正上线之后，就会被角色与剧情本身的魅力所化解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。
再见。